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过几年，我们的贝贝上学了，成绩也会很好的。我们战家的人智商都高。海童笑道：贝贝才1岁多，说话都还不利索呢，以后读书好不好？我不敢说，不过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平安就行，哪怕他的儿女学习平凡一点，没有继承到他们爸爸的高智商，海童也能接受。多少学霸加学霸的组合，生下来的孩子却成了学渣呢？祖坟不可能一直冒青烟的吗？那倒是，咱们的孩子只要健康平安快就行。战印想到自己的家底，兄弟又多，小一辈的目前已有了8人，还有3个堂弟未婚呢，等他们结婚生娃。儿子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会有10几人，总会有人能挑起家族重担的，不一定非要他的儿女去挑重担。学习嘛，孩子们能学进去多少就是多少，学不进去就吃好睡好玩好就行。他夫妻俩挣下的家产，哪怕儿女以后没有工作，都够他们花上几辈子。只要他们不拿钱去乱投资，老老实实的躺平就没事。富翁们就怕富二代乱投资，他们是宁愿自己的后代在家里躺平，也不愿意他们出去乱投资，那样败家特别快。老公，你在忙吧？刚才听你说在开会的。海童想出去看看儿女，便想结束通话。战某人又开始抱怨了：老婆，你不耐烦和我通电话吗？咱俩还没有聊上几句话呢。我现在不忙，会议交给老二和苏南了。我在办公室，咱俩煲上1个小时的电话粥都没问题。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是吃不香，睡不香。海童失笑，都老夫老妻了。老夫老妻怎么了？咱们就算到了头发花白了，感情也能如同初恋。战役说道：你没看我爸妈，还有叔叔婶婶们，他们现在都当了爷爷奶奶，感情还好得很呢。他们才叫老夫老妻，咱们还不算老夫老妻。等入秋后没有那么热了，我休1个月的假，带你出去度蜜月，结婚8年纪念日的蜜月旅行，就咱们夫妻俩，不带宝贝。海童无语，但还是顺着他的话说下去。入秋了再说吧，谁知道你那个时候能不能挤出时间来？还1个月呢，你能挤出10天半个月就很好的了。你也不要什么事都丢给老二和苏南去做，他们有计划生2胎呢。苏南和沈小军目前还没有生2胎，夫妻俩都怕2胎又是儿子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生2胎。他们的儿子比战牧尘大了1个月，2个人是一起上幼儿园，一起上小学，还是同班同学，像父辈那样关系铁得很。只有战牧尘1个人时，他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安安静静的，不会乱搞破坏。当沈小军的儿子过来了，2个小男娃凑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上房掀瓦，搞破坏的能力超强。沈小军经常向海童抱怨儿子太调皮了，有时候还自责自己的儿子带坏了战牧尘。一句话，男孩子比女孩子难管教，太调皮。他们上班和他们要生2胎没有影响的呀。我们当初备孕2胎的时候，咱俩不是照样上班？他是不抽烟不喝酒，工作不减，就是加班没有那么晚，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休息。海童那段时间就减轻了一点工作量。知道他们备孕要2胎，沈小军和商小飞都抢走了不少工作，让海童轻松很多。商小飞和君然婚后也是育了1子，要不要2胎目前也不确定。商小飞吐槽说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是生的儿子，结果他也生儿子，他夫妻俩都想要女儿的。商无痕夫妻俩倒是生了2胎，没有意外，又是个小子，连商太太都吐槽了。商家该不会成为第2个战家吧？以后也是和尚庙。商家2少爷去年才结婚，目前还没有孩子。现在生有女儿的就是叶君博夫妻俩，战印夫妻。海玲在前2年生了2胎，是个闺女，取名凤珏，小名妞妞，因她小时候睡醒了，像条蛇似的扭来扭去，
就叫他妞妞了。妞妞比贝贝大了半岁，现在2周岁，能说会道了，是个很聪明的小娃，也是凤家和陆家的掌上明珠。但是咱们那段时间工作量没那么大，不聊这些了，你回去开会吧。我也要出去看看2个孩子，怕老七看不住兄妹俩。晚上等你忙完了，咱们再视频，孩子们也会想你的。战印哼哼2声，他们玩得开心，哪里还会想到我这个当爸的？一个个的都是小没良心的，出了门就不记得我了。可怜的我呀，被老婆儿女抛弃在家里当牛马，夜夜独守空房了。海童笑死，战印，你是想笑死我吗？行了，10天后我们就回去。要是2个孩子不想回去，就把他们丢给老七，我自己回去行了吧？这家伙结婚都这么多年了，还那样黏他。战印说道，贝贝要带回来，宝宝可以留在老七那边过暑假，他在家里再跟上苏萌，简直就是拆天的组合，头痛得很，又不能揍一顿。他敢揍儿子，他爸妈还有奶奶就敢揍他，还有叔叔婶婶们也会指责他，不给他好脸色看。就连他舅家都会指责他不会教孩子，说暴力教育不可取，和他连衣架都还没有找着就被骂个狗血淋头，哪有机会暴力教育？他小时候做了错事，闯了祸，爷爷奶奶不也照样教育他？该打的时候一样打，都没有少挨。到了他儿女这一辈，连大声骂上几句，都会惹来一帮长辈的怒瞪。小时候他被爷爷奶奶教育的时候，他爸妈当个隐身人，有多远躲多远，从来不会护着他。如今孙子辈就宠上了天，不得不说这隔辈亲是真的亲呀。我带宝贝出门玩了，阿蒙有过来找小伙伴吗？战印说道，苏南送他去接受魔鬼训练了，说天天训练回家就向爷爷奶奶告状，哭得像死了老爸似的。苏南告诉他，宝贝都出远门了，阿蒙哭得更响。羡慕嫉妒恨吗？海童苏猛才6岁，正是爱玩的年纪，让苏南不必太着急的。一放暑假，吵得大家脑壳都痛，就送去接受训练了。海童笑，不再说什么。带过娃的人都知道，带娃不容易。老婆，我去忙了，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咱们再视频。你到家了就给我打视频电话，要是早的话，就让你和宝贝聊聊。太晚了，就只有我陪你聊聊了。战印笑道，我更喜欢和你聊聊。他等海童对着电话说亲他一下，才心满意足地结束了通话。战印没有再回会议室，会议快结束了，他还回会议室干嘛？反正交给奕晨和苏南主持也是可以的。心情大好的他起身去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。老婆孩子都不在家，他就忙到深夜再回去吧。这样等到老婆回来了，他能挤几天时间陪一陪老婆，也能带孩子们出去玩。平时周末他夫妻俩都喜欢自驾游，带着一双儿女出去看世界。战牧尘才6岁，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。贝贝是战家人的眼珠子，会走路了，才被允许带出远门。平时呀，就是在山庄里玩了，好在山庄足够大。工作日的时候，战印夫妻俩带着儿子是住在市区里的，方便儿子上学。不是他们不想带贝贝，是老太太他们舍不得贝贝，也觉得夫妻俩都忙于生意，宝宝又上学，将贝贝交给保姆照看，长辈们始终不放心，所以贝贝平时是在太奶奶等长辈身边长大的。等战印端着咖啡出来时，战一晨和苏南敲门而入，看到他心情好转，战一晨打趣的道，大哥等到了我大嫂的电话。这心情顿时就从低谷飙上了云端呀。苏南也说道，海童是带孩子出去玩几天就回来的，你用得着那样吗？我家小军要是带阿猛出去玩，我巴不得母子俩10天半月再回来。这男孩子就是皮，一放假就拆天，什么东西都要拆一拆，拆了又装不回去。现在我那些贵重的东西都收起来了，怕被我儿子毁了。
我爸收藏的古董被他宝贝孙子毁了2样，脸都黑了，愣是没有骂一句。要是我弄坏的，呵呵，能把我打得皮开肉绽。不过我爸不敢再让那小子碰他的古董，毕竟坏了1样就损失惨重，还害我破产。没错，儿子损坏了他老子的古董，他老子舍不得教训孙子，就向他这个儿子索赔，要他照价赔偿。那小子搞破坏的时候倒是开开心心的，都不知道他老子赔钱时肉有多疼，真想抄一架狠狠揍一顿。还好我家小子才3岁，暂时还没有那股调皮劲儿。不过幼儿园放暑假后，他在家里也吵，知道哥哥和妹妹出门旅游了，时不时就打电话给他妈妈，说他也要出去玩。战奕晨虽说结婚比老三早，由于云初调养了2年才要到孩子，故而他的儿子比老三家里的那对孪生子要小2岁。战浩宇和乔涵的孪生子只比战慕晨小1岁。6少战远和欧阳雅的儿子和战奕晨的儿子同年，奕晨的儿子只比战远的儿子大3个月，老四的儿子又比他们俩的小半年，目前2岁半。5少的儿子则比贝贝大了半年，目前2岁。男孩子多了，聚在一起，那真是吵翻天呀。老太太却最喜欢看到曾孙辈聚在一起玩闹的场景。几个小家伙平时在调皮，一到老祖宗面前，个个都乖得很。孙辈是老太太培养成才的，曾孙辈，老太太就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了，也就是老大和老2、老3能被老太太调教调教。他们出生的时候，老太太精力还行，放暑假了也可以腾时间带他们出去玩一玩。苏南说道，等阿猛训练一段时间，我再安排一下，让小军带他兄弟俩出去走走，只要做好安全措施就行。他们这几家的孩子目前都没有被媒体捕捉到正面照，出门的话行程都是很隐蔽的，又是出远门，在管城他们容易招来媒体，离开了管城去了外地，他们就是普通人，不会被过度关注，可以玩得轻松点。还有咖啡吗？给我们俩也来一杯。苏南坐下后，看到好友悠闲地喝着咖啡，问了句，茶水间里还有，你们俩想喝自己进去盛吧，又不是外人，想吃什么喝什么自己动手，还等着他来喂吗？苏南问战奕晨要不要喝咖啡，得到答复后，起身就进了茶水间。不久后，他就端着2杯咖啡出来。那个项目用了哪个方案？战印随口问道。你说不错的那个，我们也觉得那个方案不错，就用了那个。苏南将其中1杯咖啡递给了战奕晨，然后重新坐下，答话的人也是他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就用那个方案可以了，挺好的。我还以为你心不在焉的，听不进去呢。苏南说了他一句。战印笑一下，我是听不进去，但我提前看过了，有印象。听他再说一遍，印象更深。苏南撇撇嘴，他喝口咖啡，问道，明天晚上的酒会，你们俩去不去？邀请函早就送过来的了，管城有头有脸的老总们都会出席，你们俩还是去冒个泡吧，给主办方一个面子。战印淡淡的道，我老婆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出席酒会，怕有意外，还是算了吧。自婚后，战印就很少出席各种活动了，除非老婆陪着他去。他一个人的话，哪怕带着一班保镖团，他也觉得不安全。有些女孩子看到他就着了迷似的，知道他以为人夫为人父，也不死心大胆地追求他，纠缠他。真的，每一次出席宴会，他都会收获烂桃花，让他烦不胜烦。数年前的战印成熟稳重，但因为过于冷漠，爱慕他的女孩子不算多，敢公开表白的也只有商小飞。如今的战印已人到中年，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，比起数年前更加的成熟沉稳。他是年近40了，保养得好，看起来和婚前没什么两样。由于家庭美满，中和了他的冷冽，如今的他看起来要温和太多。
这样的他走出去回头率太高，的确是很容易招来烂桃花。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还敢跑去找海童，向海童提出要求，表示愿意认海童为姐姐。他们甘愿当老二老三的，只要海童愿意与他们共享战印。海童没生气，战印气得不行。海童那是麻木了，从她嫁给战印后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爱慕者冒出来，她都懒得管了。只要他们没有跑来打扰她，她就当作不知道，由着他们去折腾。他们有本事进得战印的身，才值得她动手。但婚后8年来，除了以前的那个段芊芊因为生意的原因接近过战印，后面就没有女孩子有那个本事了，连战印的身边都进不了，哪有资格挑衅海童？海童忙得很，也没有时间及那个心思来应付那些情敌，不值得他出手吗？海童总是说，男人若要出轨，他守得再紧，他也会找机会出轨，他不出轨，哪怕外面的女人爬上了他的床，他也会无动于衷。对于他家战印吗？他信任得很。战家的人重情专情，可不是吹出来的，而是实打实的真正的专情。你出入都带着保镖团，谁能进得了你的身？苏南说了句，咱俩都一样帅，一样的年纪，你咋就比我显年轻，比我更有魅力？战印说你羡慕？那行，以后邀请咱们公司出席的活动，都由你去，让你去展示你的男性魅力。到时候招惹了一堆烂桃花回来，你老婆要带着儿子回娘家跟你离婚，你可别哭。苏南和沈小军从恋爱到结婚，顺风顺水，中间连个情敌都没有出现过。战印说你就是好日子过得太潇洒了。苏南赶紧辩解，我是羡慕你的魅力，可没有羡慕你招来那么多烂桃花。战印、奕晨，你们俩可别去小军面前胡说八道哈。小军但凡跟我闹，就是你们俩告的状。战家兄弟俩失笑，异口同声说道，我们没那么闲，都是一类的人，苏南不会出轨的。沈小军保养得好，孩子都上小学了，看上去还跟个未结婚的姑娘似的。苏南爱惨了他，外面的女孩子再年轻再漂亮，在他眼里都不如他的小军。000，战奕晨的手机忽然响了，他一看来电显示就笑了。见他这样子，不用问也能猜到是他老婆的电话。大哥，没其他事，我先回去做事。战奕晨没有当面接听电话，对大哥说了句话后起身就走，边走边接听宁云初的电话。爸爸。电话那边传来的不是他老婆甜美的嗓音，而是他家小子那清脆稚嫩的童音。哎，怎么是你给爸爸打电话呀？小家伙说道，我让奶奶送我来了妈妈的花店，妈妈刚好在花店里，然后我和妈妈想过去接爸爸下班。爸爸，你可以下班了吗？战奕晨答道，原本还不行的，不过你和妈妈过来接爸爸下班的话，爸爸就能下班了。爸爸要花吗？我和妈妈给爸爸准备一束花。战奕晨眉眼柔和，边走进电梯边笑道，只要是你们送的，就算是一把草，爸爸都喜欢，都要。妈妈的花店里没有草呢，爸爸早点说，我就跟太奶奶去割一把草带过来了。四小少爷说道。战奕晨笑，爸爸那是比喻，你出门太奶奶知道的吗？太奶奶知道的，我让奶奶送我过来。我想爸爸，也想妈妈。战奕晨柔声道，爸爸也想乐乐了，他儿子的大名战墨，小名乐乐。爸爸，我们放暑假了，你为什么不放暑假呢？小乐乐还问他爸爸为什么不放暑假，他们上幼儿园的已经放了暑假，可以在家里玩，为什么爸爸妈妈还要天天去上班？有时候爸妈出差几天都不回家呢。战奕晨扑哧的笑，只有你们学生和老师才会放寒暑假，我们上班的哪里有暑假可以放呀？不上班怎么挣钱？爸妈挣到钱了，才能让乐乐上幼儿园，买很多喜欢的玩具。小乐乐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，然后将手机递给了妈妈。
宁云初对丈夫说道：“快下班了吧，我带儿子过去接你下班。妈过来了，咱们去外面吃饭吧。”婆婆过来了，宁云初便想带婆婆去酒店吃饭。二太太在一旁说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太客气，回家里吃。你们做了什么菜，妈就吃什么，又不嫌弃，不用去外面吃。她觉得在家里吃还有家的味道。自家酒店的饭菜是不错，气氛却不一样呀。平时儿子儿媳妇都住在离市区更近的宁家别墅里，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跟着父母，如今放了暑假才被送回山庄陪伴老人家。二太太是很少过来打扰儿子儿媳妇的。”战一晨听到母亲说的话，便说道：“妈说在家里吃，那就在家里吃。我还有几份文件要处理的，等你们到了，我应该处理好了，正好可以下班回去我做饭，应该不用买菜吧？冰箱里应该还有食材。”倪云初说道：“不用买菜，管家每天都会购买新鲜的食材回来，不管主人家什么时候回家吃饭，都不缺食材。战家的儿郎文武双全，又个个都精于厨艺，烧菜好吃。宁家的管家早就习惯了，只要先生在家里，厨师就可以放假，根本不用厨师做饭。太太也喜欢吃先生做的饭菜，那就我们回去再做饭。你先忙。”乐乐又说要跟宝贝视频了。宁云初说着就挂了电话，然后打了视频电话给海童，让几个孩子视频通话。宝贝兄妹俩刚被老七带进屋，海童拿着手机和乐乐视频了。本想出屋找人，看到叔侄三人进来了，笑着招呼儿女：“宝宝、贝贝，你们快过来，乐乐要和你们俩视频。”老七抱着贝贝走过来：“乐乐，不跟七叔视频呀？”“七叔，妈妈，我看到七叔了，妈妈，我也要去七叔家里玩，妈妈，你送我过去好不好？”二嫂要是送乐乐过来，其他侄儿怕是也会吵着过来，到时候他这里就成了幼儿园。